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做这个毛包，包括打结的部分跟内衬。用同样的做法，不同的剪裁，你也可以有不一样大小的带子。最后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在背带的地方做出打结的效果。你需要剪裁出来的是包包的背带，以及可要可不要的绑带，还有包包的外部，以及包包需要做拼接的内衬。我们先从内衬开始看。内衬布料剪裁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在布料的背面烫上布衬。接着我们正面对正面的方式，沿着它的边留1.5或者是1公分的缝缝，缝高和底座。如果你的包包没有要做一个宽度或厚度的话，这个步骤可以省略。如果要做出包包的厚度或宽度的话，你可以像这样把两侧的缝线往下跟底座的缝线对齐之后，把两侧的角平贴平放，在两个角落画出你想要的包包的宽度的垂直线。我画的是3公分。接着沿着你画好的线，把它们缝合在一起。把多余的布料剪掉。外部也用同样的做法，把它做成一个包包的形状。包含两侧要拿掉的这个多余的布料。内衬上缘要拼接的布料，我们先在短边正面对正面的缝合在一起。把刚刚缝好的部分反翻，让它的正面朝外，对着内衬的正面，布料的正面，我们要把它正面对正面缝合在一起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要沿着上缘留1.5公分的缝缝，缝这一圈。刚才的缝缝，你可以让它往两边摊平。快要缝合到刚刚的出始点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留一个小小的缺口不缝。我留的大概是8公分的缺口。这个缝是等一下要方便我们缝合完背带之后反翻的缝。我用夹子稍微标记了一下，等一下包包内衬跟外部要结合的点。这个我们就可以先放旁边，然后我们要先做背带。背带跟夹绑带的部分做法是一样的，那我就示范背带的缝法就好了。布料正面朝内，将两个长边对齐，然后沿着长边缝合在一起。接着把这个管子状的东西由内朝外的反翻。因为布料的厚度或者是它的摩擦系数比较高，可能会让在反翻过程中比较难。你可以在其中一端别上别针来做引导。你可以把这个缝线藏在内侧。另外一个13乘22公分的夹绑带的，可以用手缝收两端的边。打结部分你可以选择单结，你也可以选择同向或反向的双结来做。
那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结的样子，然后把它调整到你喜欢的位置。记得不要太靠近两侧，我们等一下要缝合的边。打结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包包整个缝合在一起了。为了让这个三明治缝法等一下缝出来没有人歪掉，然后所有的缝线都是对齐的，我先把这个绑背带的正面对齐外侧布料的缝线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你也可以先稍微缝一条针距比较长的平针来稍作固定。固定好之后，把外包的布料正面对上内衬的布料的正面。布料的正面就是成品你所看到的那一面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内衬有印花的那一面，以及我的毛比较长的那一面。正面对正面这样子固定上缘对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沿着上缘缝一圈，然后再由刚刚留的这个小缺口把所有东西翻到正面。沿着刚刚留下来的这个缺口，把所有的布料往这个洞口里面塞，然后你就会可以得到一个包包完整的样子了。那个缺口，我们等一下用手缝的方式把它缝合起来。这里你可以使用长针缝，你也可以使用滚针缝。那缝完之后，这个包包就算完成了。如果你希望再多加一些东西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。之前做外套的时候留了一些纽扣没有用完，所以用那一集有介绍过的打扣子的方法，把这个扣子打在边缘正中间这里。如果你对于制作这个扣子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按右上角那个连结。为了制造出好像两边一长一短绑在一起的这个假绑带的效果，可以用刚刚背带的那个缝法缝出这一小块布料之后，把它塞进刚刚打结的地方，然后可能绕着其中一个结的环，然后从另外一边拉出来，你就可以制造出这个效果了。包包的宽度以及它的背带的长度，我觉得都蛮适合再另外做一个比较高的托特包。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是哪一个大小？是要假绑带还是打结就好的设计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有任何有关于缝纫的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